我没事，我去妈祖庙等你们，见面说。他怎么说？他在妈祖庙等我。 你挂着那个，能让我看看吗？挺好看。停一下，有事吗？我尿个尿。 尿不出来啊！你喜欢的吊坠，从哪儿弄的？ 你见过那吊坠？见过。本来不想告诉你，就是怕麻烦。我绑了他孩子，绑了他老婆。 这个是他孩子身上带的，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有的人一直运气不好，我就想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不抽签。你也不抽签，咱们让他去。等拿到钱了以后，我就把老婆孩子还给他。3个人抽签，对谁都公平。 就算抽到你，他也不会让你有事儿。你应该相信他。我只相信我自己。你跟我说，我介绍你来的，你不能干这事儿。你把他们关哪儿了？趁他现在还不知道，你放他们。我什么都不说，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回不错。
客人走了。我得给你绑上。什么人啊，真他妈没良心！操！
喂，别催了，马上就到。哦，崔伟，进来吧。哎，你母亲怎么样了？还好吧？我爸又受点惊吓，去医院了。没大碍就好。崔伟，你把面吃完了，就赶紧去医院吧，陪着母亲。还有啊，那个尸检报告啊，也不会那么快就下来。那尸检报告不出来，我也知道是谁，只能是秦小明。秦小明的尸体怎么会埋在你父亲墓地的旁边呢？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一系列的事儿，我们都认为最关键的人物是秦小明，但不是，他是跑在秦小明身后的这个人。谁？我弟弟，崔烨。是他，是他，这事全都透了。我们为什么抓不着这个人？因为他了解我，知道是他。崔伟，你有他涉案的证据吗？我没证据。你要清楚，如果把他列为嫌疑人，你就必须得回避了。我知道，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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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知道。崔伟，你先别急，越是在这个时候啊，你越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崔伟，你听我说，你还是先回去，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母亲。回去吧。我知，我全都知道。吃个苹果吧，我吃不下。妈，气色好多了，我看看。你快劝你妈吃啊！嘉文给削了苹果都不吃啊，我在家都没这待遇。嘉文，不是妈故意不吃，我实在吃不下去。妈说不吃就不吃。嘉文，你去帮妈打点水吧。好。阿伟啊，妈这心里啊总是发慌。你说，埋在你爸坟上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呀？跟咱们家没关系吧？没关系啊。要不你吃个香蕉，来个橘子。你们呢？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儿，总是瞒着我。好像家里永远都是平平安安的。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埋在你爸的坟上呢？这医生说呀，这人受了惊吓就爱胡思乱想。你看，还真是。别想了，啊！来，躺会儿，我给你调整调整。躺会儿。别弄了，没事。就这样啊？这样舒服啊？阿叶呢？他怎么不来看我呢？想阿爷了。阿伟，你爸走得早，这些年家里有什么事儿啊？妈都听你的，有你在，妈就安心。我知道。妍妍得这个病，阿爷，他肯定压力很大，你得帮帮他啊！我是他哥，他是我弟。你要是没事，什么都不是事。
怎么搞到现在？夏生呢？夏生，他死了。他怎么死的？他怎么死的？他怎么死？我说是意外，你信不信？我帮你老婆孩子，是怕你坑我，拿个筹码。但是被他发现了。我本来不想把他怎么样，结果他被车撞了。车祸，车牌号我都给你记下来。我是看了他疼的难受，敲了他一下。我没猜错吧？他让我相信你，好不好想？现在这个情况，咱不用抓阄了。后面你负责交易，我负责收钱。等我安安全全拿到钱了，我就告诉你老婆孩子在哪。我也不想弄成这样。你拿的是什么呀？拿这么多钱干嘛？我看他对你感情挺深的，把他埋了吧。特地给你挑的。
给你买早点，吃吧。吃吧，吃完干活。你老婆孩子还饿着呢，也不知道能撑几天。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干什么？你帮了我老婆和孩子，我也不在家，家里人一声不响，全都没了，我妈会报警的。
放这儿，把声音开大。电话无人接听，请在低声后留言。妈，淑华带着妍妍去朋友家了，我去省里参加比赛，过几天就回去了。妍妍谱达到第38页了，你别给她弄乱了。天后碑下面的东西，那是我哥的，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去拿。啥是天后碑？是我下棋赢的奖杯。行了吧？吃饭，干活。去火车站。没事吧，妍妍？妈，怎么了？我想吐。呼吸，深呼吸。好点了吗？好点了吗？你靠在这儿，靠在这儿。有人吗？啊，妈，他没事。妈，这是哪儿啊？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啊。
给我3分钟，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信用社结案的时候，劫匪一开始并没有计划从传菜通道逃跑，是有人提醒他这么做。崔烨，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点，被卷入这宗抢劫案。我们在保卫室发现了这个，这是崔烨跟我们下的棋。他计划了劫匪的逃跑，后来他又刻意制造了秦晓明出租屋起火，离开本市的家乡，干扰了我们的侦查方向。为什么？为了保护一个人，金夏生。信用社结案之后，崔烨和幸存的金夏生走到了一起，他们了解了秦晓明和王宏宇的特殊关系，决定勒索王宏宇，所以他会出现在王宏宇的办公室。林波的船也是他借的，作为金夏生的藏身之所，而杜春鹏要交易的对象就是崔烨。我们追踪杜春鹏那天，崔烨很可能就埋伏在我们身边，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他，用秦晓明的电话把我们引开的。如果这所有的线索都能在这个故事里成立，并说得通，那说明什么呢？队长，这也太扯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信用社的时候，他可能是被挟持的，后来他接触了王宏宇，是因为他的儿子崔延高，你们都见过，他得了一种病，需要很多的钱。那他人现在找不到人。我妈跟我说，他老婆带着孩子自己走的，崔烨并不知情。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丢下他的老婆孩子不管的。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得吃面了。金亚生的关键还在夏雨，继续找夏雨和夏海涛。至于这个故事扯不扯，得去验证一下。队长，这是一份保险柜店铺转让合同，还有这个。这在哪儿发现的？在卧室发现的。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去对比一下金夏生给夏雨写信的笔记。是。还有这个。队长，查查这个保险柜转变件。看看这个。队长，
看来你的故事是真的。能去哪儿呢？能去的地方，我们都找了。小马，哎，队长，你去查一下这个座机的电话记录。好。上午8点07分。妈，淑华带着妍妍去朋友家了，我去省里参加比赛，过几天就回去了。妍妍谱达第38页了，你别给她弄乱了。天后杯下面的东西，那是我哥的，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去拿。妈，淑华带着妍妍去朋友家了，我去省里参加比赛，过几天就回去了。妍妍谱达第38页了，你别给她弄乱了。大姐，严狗说话，天后崔爷，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到哪儿啊？南昌。K827，1张70。好嘞，谢谢啊。下一位，身份证出示一下。明天下午2点半是吧？还有1张票。行。下一位。
我算了一下，欠条上一共2346万多，我们给他打完25折，去掉零头要500万。不能再多要点儿。我了解过，干这行，本身折损率就是在50%以上，剩下50%盈利，我们赚他一半不算低了。那具体怎么弄呢？这每天看这个看那个的，弄得挺玄乎。我会去找艺术，给他1天时间抽签。我看过列车时刻表，每天早上11点20有一辆 K8310普快到蓝水站，这辆车前面是客车，后面是运煤的。他会在11点左右通过这隧道。后天我让他们把钱像刚才扔石头一样扔下去。你11点20进站台上车去拿钱。你拿到了，确认安全。你告诉我那东西放哪儿了，我再去告诉艺术。你想的还挺周到的。在他们拿到东西之前，我都是他认知，这样你放心，他们也放心。那你怎么脱身？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我你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把我老婆孩子放了就行。哎，如果按照你原来的计划，说说，如果我是忍者，怎么办？行吧，但是明天你要把手机声音开大，让我听见，保证你和我说的和对他们说的都一样，知道吧？走吧。查到是谁干的了吗？还没查出是谁干的，会不会是欠钱的人干的嘞？哎呀，都你瞎脑子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会欠钱吗？唔关是哪个傻仔干的。你说，我向你保证，没人敢不还我们钱来了。我担心的不是欠条。是我们的账本，没有这些，谁替我们撑伞啊？如果真是哪个傻仔欠了钱干这事儿，我反倒是省心了。艺术，有人来找你。他说保险柜是他开的。我找你借我钱。我頂你個肺啊！你個冚家鏟！你可把我害慘了！
来我这儿都是朋友，都是客人。后生仔，坐吧。说说吧，你打算怎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你要什么？我们谈谈。队长，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受了严重的钝器损伤，但是他身体多处的脏器损伤以及骨折都显示出他遭受击打之前还曾经受到过严重的撞击伤。看这里，这些尸斑是他死后形成的，非常的均匀。但这恰恰说明处理他的人非常的小心谨慎，没有对他进行大力的拖拽，否则的话，他的身上还会有许多的死后挫伤。从伤口现在的程度来看，以及刻字的角度和力度，都可以推断，这些都是他死前自己刻上去的。我很确定那通留言就是留给我的。我妈说高淑华和崔元高出走了，出走，去哪儿了？他就要告诉我，高淑华和崔元高被绑架了。他引导我发现了金夏生的尸体。那么金夏生身上的这个930，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金夏生为什么死了？怎么死的？会不会不是崔烨？崔烨用这么隐蔽的方式给我留言，说明他很可能被控制。他不是凶手，可能是他埋的金夏生。如果说这个930是金夏生生前自己刻上去的，那他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这个吊坠儿之前在崔元高的身上挂着，现在又回到了金夏生的身上，说明金夏生可能是发现了什么，然后想在临死前传递出这个信息。这也正是崔烨想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认为他很有可能是人质被劫持的位置信息。930，控制崔烨的人绑架了高淑华和崔元高，杀害了金夏生。那这个人是谁呢？关键是他为什么那么做？他和崔烨什么关系？因为钱吗？咱们搜到那些，他们是合作关系，正在进行某种犯罪，就像之前勒索王宏宇一样。后来有可能产生了内部矛盾，崔烨就被控制了。但这也恰恰说明他还有利用价值。他们的目标是谁呢？不管是谁，崔烨涉案已经明确，可以把他列为嫌疑人了。接下来我得申请回避了。队长，我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原来的店主，但是在店里找到了一张换货单据，
上面签字的叫刘庆龙。我在几个派出所了解了一下，这个刘庆龙是搞民间借贷的，底子不太干净。他换的那个货，我查了店里原来的记录，同一型号的之前只卖出去过一个。这个是送货地址，是属于一个叫易佛生的人。我们查了那个易佛生，没什么收获，但在他家附近，我们发现了一间可疑的出租屋，房东证实承租人是崔烨。另外，夏雨找到了。吃吧，我请客。还有人饿着呢，我吃不下。谁？我老婆和孩子。才1天，饿不死。他们被绑着做活动了，没什么消耗。你不一样，你明天还得做事情。左腿给你，左腿好吃。我睡觉都是左腿站着，左腿右紧。不爱吃肉。吃菜。说了我不吃。哎，你是一想到他们心里难受，吃不下去，还是你觉得他们饿着你去吃了，对不起他们？你是怎么想的？你有病。你说的对，我是有病，所以我要钱。我跟你说说我吧，我是农村的，有一年呢，我爸妈去城里打工，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15岁的时候，我姑说：“走，带你找他们去。”我就跟着去了。那天晚上，到了城里，他带我去吃饭，院子里面架一个锅。我姑就指着对面那个男的，说他以后就是我爸了。你猜接着怎么？他割了我的耳。还打断了我的胳膊，让我带着几个一样缺胳膊少腿的人去要饭。你知道我姑为什么把我卖了吗？因为我有病。她不喜欢我。从小，别人怎么想，我不明白。别人是生气了，还是高兴了，我也不明白。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特别的小心。那人笑，我就跟着笑；那人哭，我就跟着哭。可他还是打我。直到有一天，我给他带回了钱，
我他妈终于明白，我根本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有钱，他们就高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有钱，我就没病。你这人还不错，等钱拿到了，我会分给你的。明天咱们干什么？什么也不用干，等他们准备钱吧。那明天你陪我逛个街吧。队长，怎么样？金亚生的死，他一时还是接受不了。他当时在泰来酒店外，因为金亚生给的一笔钱，与夏海涛发生争执的时候昏迷的，醒来后自己报的警。他说之前见过崔烨2次，一次在酒店，一次在码头，这也证实了崔烨确实和金亚生在一起。这就对上了。据诊所负责人说，和崔烨、金夏生一起把夏雨送进去的人叫耿新贵，之前是急救中心的司机。我们查了一下，他之前还在押运中心干过，是在信用社结案前2天离的职。实施绑架和控制崔烨的应该就是他。我们已经申请下发协查通告了。崔烨社会关系简单，金夏生刚来这儿，不认识什么人。这个耿新贵如果参与了信用社结案，那就都说得通了。队长，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说的是崔烨的留言吧？对，他在留言里为什么不透露自己的消息，或者这个人的消息？他们下棋一子一地都会深思熟虑，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到。我猜，他还是要拿到钱。
崔烨只给我留了淑华和严高的信息。如果我们顺利解决到人质，控制他的那个人就没有牌了，钱就自然落到了他的手里。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到人质，只要他拿到了钱，他就可以拿钱去赎人。他就想让我们专注于去解救人质，不要去影响他的计划。他想全赢。比起相信我们，他更愿意相信他自己。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一定会和这个易叔做个交易。我建议你们一直盯在骑楼外围，确保到时候崔烨不会脱离你们视线范围。可是，他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被控制的情况下还能拿到钱？从他给我的留言开始，他的计划就已经在进行了。我们应该都是他计划中的棋子，按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如果他做不到，他不会这么给我留言。那现在监视吗？我建议先等等。对于崔烨来说，最好就是能让他别想着全赢，配合你们先解救人质。